來了，看看本周五體驗服更新以及周四正日服更新过后的胜率变化情况。首先来看體驗服，盾山2技能机制調整，目前可以把英雄以及敵方英雄周圍的小兵一起給背摔回來了。但值得注意，這項改動並不意味着小兵或者野怪會擋掉我們盾山的背摔，因為目前仍舊是需要有一個英雄單位存在才能夠實現背摔操作，並且被背摔的單位是無法過強的。目前新版2技能在觸碰時加入了一個基礎傷害，同時落地傷害也進行了保留，不過數值上有所調整，也算是解決了盾山2技能的一大痛點吧。畢竟在之前霸體、開啟淨化又或者是超高韌性均是能夠規避掉盾山2技能傷害的，而在調整過後起碼能打出第一段傷害了。至於第二段的落地傷害則是需要落地才能觸發的，因此霸体單位也無法觸發。目前這個數值是敵方最大生命值的 5%。 對於非英雄單位首先會受到一個路徑傷害，這個數值相比正日服而言有所降低。而如果這個非英雄單位受到了背摔傷害的話，那麼它的數值是基於盾山自己的最大生命值 5% 所造成的，也就是說盾山血量越高，這個傷害也將得到提升。順帶提根據姐夫的觀察，目前體驗服的實際數值和公告是對不上的。比如說最大生命值的比例，體驗服實測是 10%， 公告是 5%。 這一波還將盾山的指示器進行了優化，在正日服版本當中，這個指示器還是有點問題的，因為它並不能表示咱們實際的範圍，實際範圍是要比這個指示器還要略遠一點的。而在體驗服版本當中，就是變成了一個圈，這個圈就更能實實在在的反饋咱們盾山的最遠背人距離了，十分之好用。同時2技能的範圍做出了調整，目前會隨技能等級而成長。1級範圍還是比較小的，不過升至滿級比之前還是要略微大出了一圈。最後盾山的被動傷害量進行了下降。今天體驗服還對終極覺醒也做出了調整。而後今天官號是發了一個 PV，下一站不知道在哪裡，但大概率是長安。同时王維的信息也是爆料出來了一些，他和老夫子有所淵源，喜歡和老夫子比來比去的，而且還有一些學生估計年紀也不小了吧。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彩蛋，應該是药和西施的彩蛋，不知道意味着什麼。我們來看胜率变化，在正日服昨天更新当中，将赵雲2技能基礎傷害量以及回血量都進行了提升，然而卻加入了衰減機制，所以說前期刷野速率有所降低，不過爆發能力以及後期總傷害均是有所提升，但是冷却時間2技能又是增加了。受此影響，趙雲3盲勝率降低，巔峰跌幅 1.0， 大盘也降了 0.5， 僅剩 54.4。 以上是打野位以及对抗路英雄的胜率变化情況。其中元歌的跌幅很明顯啊，不知道是為啥，不過這個英雄各種問題確實不少。再來看中路，女媧2技能的夾人控制受到了比較大的影響，但是傷害量則是進行了補調，同時傳送應該也是進行了優化，全局降低 0.6， 巔峰降低 1.4。 以上是中路英雄的胜率变化情況，還有這兩位在各個局當中的表現，以及本次更新過後的勝率增幅榜基本上無事發生。勝率榜前10，雅典娜3榜坐穩，勝率降幅榜還有勝率榜道士也都在這裡為大家進行了匯總。好了，感謝大家關注，在下面的梅姐夫，咱們下期再見。